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一位出家的沙门尼师对在家人所感兴趣的问题所做的回答。很多朋友问我出家后如何对待两性欲望，这确实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一个人剃掉头发，卸下一切妖娆装扮，甘愿手持世间人看起来几乎不近人情的戒律，吃着毫无肉腥的草，念着没人听得懂的咒，还要莫名其妙盘坐那么久。这些人到底怎么活的？为了什么？他们没欲望吗？他们怎么对待欲望呢？其中最感兴趣的难免就是两性的欲望。世间人不明白，一剃了头发就像用水洗掉污迹一样，把欲望给剃没了。现在我告诉你，剃了头发并没有剃掉欲望的习气。但是一个真正理智、谨慎、认真地对待自己人生、对自己的未来负责的人，选择出家，他一定很清楚出家的好处。佛法绝不仅是多数人眼中高高在上的佛像和古佛青灯前的僧人和盲目拜拜、求名利、求姻缘的信徒。你如果未曾深入了解，你永远不知道其中奥妙。不去学习，不去修行，你永远是个迷信的可怜人。就像你守着一个绝世珍宝，却不知道其价值一样。当我初步去学习佛法，过去的许多困扰与痛苦，如同从梦中惊醒般化为乌有，自己坐在那里哑然失笑。我明白，你明白吗？可以告诉你，我出家是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是快乐的选择，是无比积极的投入。我从未从你们的生活中退出，我从未选择逃避，我从未拒绝任何来临的问题。相反，我要用因佛法的引导而开发出来的智慧，去更好、更有效地来对待问题和处理问题。虽然我只是初学，相比那么多伟大的成就者来说，我依然是襁褓中的婴儿，但就是个佛教的婴儿，我已感受到了佛法带来的光芒。这个光芒不是发自任何佛菩萨，那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光，是稍微清醒一点后渐渐散发出来的本性智慧之光。我老实回答我的朋友们，情欲我还有，见到好看的人我还是会看，而且如果遇到有姻缘的人，因为姻缘驱使，依旧会控制不住的去喜欢。但是与从前不同，我会如何做呢？因果定律是不容怀疑的宇宙规律，今日的相遇相惜都有久远的因缘，不一定是电影中曾经浪漫的海誓山盟才有今日的重遇。你们或许是曾经的仇人，今生来报仇，或许是曾经的债主，今日来还债，或许是曾经的祖孙，因为彼此执着而今生又相遇，或许是曾经的父子母女，今生继续未了的缘分，或许是路上擦肩而过的路人，因为对方的美貌而起了一念贪心，今生得到这个果报。或许你所能想象到和想象不到的任何可能，西方国家称此为蝴蝶效应。今生你会遇到这个人而勾起情欲，姻缘就是那么不可思议。当姻缘来时，你无法控制的几近于不合逻辑的喜欢上对方，日夜思念着对方，你只想到你要得到对方，你要满足需要对方配合的各种欲望，丝毫不察觉自己的心是在宇宙的规律下自然运转着。佛陀用各种方法，在几千年前就很细致地告诉了我们这个规律。当你明白了，再去观察，原来如此。同样，姻缘尽时，你在声嘶力竭的想要挽留，都是那么无力，该走的还是会走，一切都将消失于虚空。傻傻的你呆望着虚空，回忆着过去，心痛苦地缠绞着，想着那么多没有满足的欲望，抱怨着，沉沦着。如果我遇到这样的姻缘，会怎样呢？我来告诉你，因为我们依旧是个凡夫，因为我们依旧有久远以来的习气，因为这因缘，因为宇宙的定律，当我遇到有缘的人，我的心却是依旧会不可控制的去想。我曾经试着排斥这些想法，但是我发现我越用力去排斥，这些想法就会越强烈。好玩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也是宇宙的定律。好吧，索性我坐下来，不再勉强自己，舒适的靠在靠垫上，像少女时期一样歪着脑袋，尽情开始想。我想象我与这个有缘人，如所有人向往的最完美的童话故事般结合到一起，过起了幸福的生活，生了一群孩子，然后子孙满堂，然后我老了，然后快老死了。当我躺在床上即将死亡的最后一刻，我会想什么？在这个幻想中，我经历了年轻到年老，
经历了欲望的满足。30岁时，我做了这个人生的决定，用余下的几十年来为这个决定付出生命的全部。死时，我得到了什么？当年一时心动结合到一起，恋爱的激情很快变淡，因为不了解而相互吸引，把对方幻想成自己爱情童话的神圣英雄、天使，一尘不染。因为了解而发现对方是有血有肉的凡夫，面对生活中吃喝拉撒的这个人，无论如何再无法把对方看成英雄、天使，激情不在，一切都是例行公事，对方与自己的兄弟姐妹没有太多差别，除了因为要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和虚荣而要求对方忠贞，形式上不可以出轨。但问问所有夫妻，当你坦诚面对自己的心时，你还像当初一样爱着对方吗？你是否心猿意马过？你的心是否出轨过？你是否有时想重新获得自由？如果你青春还在，美貌还在，你是否想要去寻找新的激情？爱情不知道何时已变成了亲情和社会秩序赋予的责任。如果此时没有社会责任，没有道德责任，有一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带着巨额家财痴迷地追求你和承诺照顾你，你是不是乐不可支、急不可待地跟着他远走高飞了呢？如果真的没有，那恭喜你，你一定是甘愿奉献自己成全别人，你是个有大成种性的难得的人。好吧，我跟这个有缘的人会经历这些，从激情到亲情，我给自己找了个亲戚，生了一群孩子，我由一个专注于打扮和满足自己的女人，变成了一个顾不上自己而全部精力照顾这些家人的黄脸婆。虽然我依然频繁出入美容院，但岁月还是在我的脸上画着一道道痕迹，这绝对是绝望的，没有任何办法停止。我每日操心着孩子的饮食和教育，偶尔还会因为年华的老去而敏感于老公的态度。孩子一日日长大，幸运的话个个出人头地，然后各自有了幸福的家庭。这时我的头发已经白了，再幸运的话老公还是老公，没有半路成为别人的老公。两个人头发白了，皱纹满脸，曾经每天围绕身边的孩子，现在成了偶尔才来访一次的亲戚。幸运的话孩子还算孝顺，关心一下这老父母的健康。不幸的话，遇到那些啃老族的孩子，每天琢磨着从父母这里获得什么，甚至巴不得父母快死继承遗产。好了，到现在除了吃就是喝，用剩余的体力出去散个步，路上遇到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就明白了什么叫做老不死。要是不幸的话，或许到了老还要为生计发愁。除了回忆就是回忆，而且这些回忆都透着深深的伤感。回忆属于年轻，衰老是不可改变的绝望。两个人一定有一个先死，剩下一个孤独的度过余生。呵呵，也有没开二度，但还是要有一个先死。你就算要继续开，也会有开不动的一天。死亡除了意外，通常有2种方式来临，一种是病死，一种是自然老死。如果是病死，不需要思考就知道会经受极端的痛苦，在恐惧中被病魔将生命啃噬完，在无奈中死去。如果是老死，像我爷爷就是很幸运的，坐在那里陪小孩玩耍，没有丝毫疾病，然后就像睡觉一样安详的死去，甚至于身边人没察觉他死了。死就是死，无论什么方式，在人间的结果是一样的。死前回忆自己一生，问自己得到了什么，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在这绝望的一刻，甚至无力再说出一个字，模糊看到亲友哭泣，孙子们害怕地躲避着，不再有往日的亲昵。一种难以形容的虚弱，身体再没力气做任何举动，继而身体的各种液体不可控制地流出，然后自己感觉到极度的干涩。此时视觉和意识开始模糊，甚至无法辨别亲友。接下来呼吸越来越困难，开始出现各种幻象，曾经做过的事情如电影般一幕幕而过，接着在恐惧或者喜悦中晕厥过去。再次醒来，自己飘在上空，看到了自己的曾经执着为我的身体已经被称为尸体，亲友的眼泪早已不知去向，大家准备着葬礼。奇怪的是，自己居然可以知道别人想什么，很清楚地感觉到孩子们表面似乎哀痛，其实心里各自盘算着怎么分到更多的遗产，孙子们更是玩耍的快乐如常。
葬礼过后的1个月，曾经密切交往过的人们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曾经存在过，都继续着各自的生活。我从此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如同从来没出现过一样。看着自己这身僧衣，我无比欣慰。终于这一世，我决定要超越，我没有再继续沉迷。未来我需要面对各种过去所积累的习气的挑战，但我愿意像前圣先贤一样，勇敢面对，积极超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两性之间的欲望本就是我们身为灵长类动物所与生俱来的东西。你要问我如何去克制，不如让你知道有了它之后的苦恼来得更有效。你觉得呢？